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球新闻。今天的纽约当选市长马姆达尼专程到访白宫，和川普总统进行了破冰会面。看起来会面的结果还不错。川普总统对媒体表示呢，他对纽约的未来有信心。另外，俄乌战争出现了重大的转机，川普政府提出的停战协议目前已经被普京所接受，就看在下个周四之前，乌克兰方面将作何决定了。另外，近期大陆呢疯传几段视频，一个医美企业的老板到处推销以青年男子的血液精华来返老还童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令民间舆论非常的惊恐啊。好，下面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聚焦纽约未来发展，川普和马姆达尼白宫破冰会面。涉嫌向中共走私英伟达 GPU，4名美国居民被捕。俄乌战争现重大转机，下周4前或将一锤定音。白骨精来了，惊人视频疯传，吸少年血液精华牟利。加州亿万富翁加入州长战局，巨额财政赤字成选战焦点。AI 时代陷阱多，揭开骗子4大伪装术。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全球新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周五的下午呢，纽约当选市长马姆达尼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和川普总统举行了闭门会谈。川普稍早接受专访时表示呢，双方虽然理念不同，但是目标一致，都希望让纽约变得更好。而就在会面之前，国会众院通过了谴责社会主义的恐怖决议案。另外，下周即将被总统赦免的2只火鸡的名字也通过大众投票确定了。好，下面是本台驻华府记者张亮仁浩发来的报道。今天下午，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纽约当选市长马姆达尼。川普总统呢此前抨击马姆达尼是个共产主义者，两人的政见呢可以说是泾渭分明。但川普总统呢深爱着他出生长大的纽约市，而马姆达尼在竞选中呢也强调要提升纽约人的生活品质。所以今天的会面话题呢主要着重于解决纽约的民生问题，包括住房、基础设施和公共安全等。We've just had a great meeting, a really good, very productive meeting. We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We want this city of ours that we love to do very well. We had a meeting today that actually surprised me. He wants to see no crime. He wants to see housing being built. He wants to see rents coming down, all things that I agree with. Now, we may disagree how we get there. I feel very confident that he can do a very good job. 上午，总统在接受福克斯电话采访时预告了这次会议的内容。And so it was, hard to be totally friendly toward the opponent. Did a successful run, and we all know that runs are not easy. We're looking for the same thing. We want to make New York strong. 川普总统说，马姆达尼跟他的意识形态不同，而且是个典型的政客，但他会在见面时商讨事关纽约民生的大事，包括维护城市安全等。When you have a murderer, when you have a known murderer, a known rapist, a known whatever it is, drug dealers all over the place, I can't imagine that anybody wants to keep them, but I'll have that discussion with them today, absolutely. 竞选中，马姆达尼誓言不会让纽约警方跟联邦移民执法单位合作抓捕非法移民。New York will remain a city of immigrants, a city built by immigrants, powered by immigrants, and as of tonight, led by an immigrant. 但周四呢，马姆达尼在预告跟川普总统见面时，语气已经缓和。I have many disagreements with the president, and I believe that we should be relentless and pursue all avenues and all meetings that could make our city affordable for every single New Yorker. 就在川普总统会见马姆达尼之前，国会众议院呢以285票赞成、98票反对，通过了谴责社会主义的恐怖决议案。11月7号，白宫发布公告，举行为期1周的反共产主义，斥责这意识形态在全球制造了毁灭性的灾难。按照白宫的传统，川普总统即将在下周的感恩节赦免2只大火鸡，而第一夫人呢已经请北卡州的学生提供了4组可爱的名字，并邀请公众投票为这2只幸运火鸡呢命名。
这4组名字呢，分别是糖与香料、南瓜与派、咕咕叫与摇摆走和橡子与南瓜。最终呢，咕咕叫与摇摆走以40.6%的得票率胜选。总统赦免火鸡是白宫的传统，每年都有2只幸运火鸡被总统赦免，躲过被宰杀的命运，得以安养天年。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亮、任浩，美国白宫报道。幸运的咕咕叫与摇摆走，感谢张亮和任浩的报道。川普总统周4呢签署行政令，调整了对巴西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额外的关税，涉及牛肉和咖啡等。巴西总统卢拉对此表示欢迎。同一天，白宫批准了在加州、佛州和阿拉斯加州的外海的石油钻探的租赁，大幅扩大石油钻探的规模。同时呢，财政部也宣布，自2026财年起呢，非法移民将被禁止申领4项退税优惠。川普总统于周4签署行政令，调整了今年7月针对巴西的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40%制裁性额外关税。这次豁免商品涵盖了11月13号及之后运往美国的牛肉、番茄、椰子、咖啡、茶叶与可可制品等大量农产品。巴西总统卢拉发文表示，美国取消关税是对话、外交与常识的胜利，并透露会和川普总统保持坦诚的沟通。作为全球最大咖啡消费国的美国，1/3的咖啡来自巴西。受关税等因素的影响，美国今年咖啡零售价格暴涨了40%。同一天，川普政府宣布批准加州、佛州及阿拉斯加州外海的新石油钻探租赁案，旨在大幅提升美国的石油产量，降低能源成本。而在拜登政府时期，只允许在墨西哥湾进行3项租赁拍卖。这项行动立即遭到民主党人与环保团体的反对，因为它打破了加州与佛州外海数十年不发放近岸钻探租赁的惯例。人们担心石油会外泄，从而损害到旅游业和渔业。而美国石油协会则表示，川普总统的钻探计划是释放本国广大离岸资源的历史性一步。美国财政部周4宣布，从2026财年开始，将禁止非法移民与其他不符合资格的外国人领取4项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退税福利。声明写道，拟议的规则制定将涵盖劳动所得税抵免、额外儿童税抵免、美国机会税抵免和储蓄匹配抵免。10月初，美国政府经历了历时43天史上最长停摆，导致许多航空管制员必须无薪上班而请病假缺席，全国各地航班被迫减少。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周4宣布，在政府停摆期间，776名坚持全勤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和技术人员将获得每人1万美元奖金。交通部长达菲在 X 平台打趣地说：“这就像圣诞老人提前来镇上了。”管制员协会表示，希望与达菲合作，奖励所有在政府停摆期间提供服务的勤勉员工。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郭约西，美国报道。周4，美国司法部起诉了4名涉嫌向中共走私英伟达最一尖端的图形处理器 GPU 的美国居民，他们被控违反了出口管制改革法、走私和洗钱等多项重罪。同时呢，国会2党议员还提出了一项芯片设备法案，将禁止获得美国政府资助的企业采购由中共拥有或控制的实体所生产的芯片制造设备。4名被告分别是美国公民何鸿宁和布莱恩·雷蒙德，以及中国公民查姆里和陈景。起诉书显示，中共力图在2030年前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并计划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现代化建设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设计和测试，并全面部署先进的人工智能监控工具。因此，中共极力寻求能够得到美国最尖端的科技技术，包括英伟达的 GPU。从2023年9月至2025年11月，4名被告违反美国的关键出口管制规定，通过马来西亚和泰国非法向中国出口英伟达 GPU。根据司法部的新闻稿，尽管明知向中国出口这些物品需要许可证，但4名被告没有提起任何出口交易或许可证的申请。相反，他们谎报 GPU 的预期目的地，以规避美国的出口管制。起诉书还指控他们从中国收到了超过389万美元的电汇款，用于资助这项非法计划。4名被告被控犯下多项罪名，包括串谋违反出口管制改革法罪、走私罪和洗钱罪。每项违反出口管制改革法罪可被判处20年监禁
走私罪可判10年监禁，洗钱罪可判20年监禁。在严厉打击向中国走私尖端英伟达 GPU 的同时，美国正在收紧对中共芯片制造设备的进口。周四，美国国会2党多位议员提出了一项芯片设备法案，旨在禁止受美国芯片法案资助的企业购买中共生产的芯片制造设备。这项法案由众院共和党议员杰伊·奥伯诺尔特和民主党议员佐伊·洛夫格伦共同提出。参院民主党人马克·凯利和共和党人玛莎·布莱克本也计划在12月提出这项法案。这项法案同时也禁止进口来自其他受关注政权，例如伊朗、俄罗斯和朝鲜等国的同类设备。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综合报道。日前，一项跟踪政府移民数据的报告显示呢，美国政府在过去的2年中，庇护难民申请的通过率直线下降，直到今年的8月份呢，通过率还不到2%。11月18号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移民法庭庇护案件获批率从2023年8月的50%降至今年8月的19%，但由于总体庇护案件数量的增多，每月获批人数相差并不大。截止2025年8月，美国有超过343万起移民案件尚未处理，其中超过227万个庇护申请尚未处理。而在2024年，待处理的庇护案件大约是160万。纽约移民律师表示，获批率下降是美国收紧国土安全政策的体现。司法部长任命的很多，他们认为理念上比较一致的律师去做法官，要考虑就是说司法部长的政治意愿。报告还显示，移民法官对案件批准与否的决定存在巨大差异。不过，2024财年，中国移民的庇护批准率仍然较高，达76.6%，有3159个申请得到批准，仅次于俄罗斯。你会看到有的法官批准率10%，有的法官批准率85%。那么也就是说，法官主观上对这个政策的理解，对事实的认定，包括他对法律的这个分析运用，都有很大的主观性。朱伟律师表示，如果移民申请没有得到法庭批准，可在30天内上诉，否则面临递解。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实习记者应翔，纽约采访报道。感谢于良的报道。孙文胡销涉外国代理人以及贿赂及洗钱案的庭审周四进入第6天。据法庭曝光的2封邮件显示呢，孙文在收到了中华民国总统访问纽约欢迎宴会的邀请后呢，立即向纽约的中领馆通风报信，并擅自带时任州长库莫拒绝了台湾方面的邀请。另外，他还篡改了推荐信，引导纽约州府的防疫用品部门采购自家亲戚相关企业的口罩。11月20号，纽约州行政办公室首席技术官塔米·布莱尔在法庭上呈现了孙文邮箱中的多封关键电子邮件。一封日期为2019年7月5号的电子邮件显示，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曾邀请时任纽约州长库莫及孙文出席宴会。届时，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将访问纽约。仅1分钟后，孙文就将这封邮件转寄给了纽约中领馆的副领事李丽华，并写下“供你知悉”。转天，孙文以州长需参加夏日活动为由，回信拒绝了台北经文处的邀请。值得注意的是，孙文是擅自代替库莫拒绝邀请的。此前没有记录显示他曾向州长团队查证过行程或提交审批。另一封电邮是2020年3月19号发送的。当时江苏省驻美东经贸代表处发信给纽约州经济发展厅，并抄送孙文推荐4家可以供应个人防护用品的中国企业。转天，孙文擅自篡改了信件内容，特别写明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同泰贸易有限公司 High Hope 获得了江苏省商务厅的高度推荐，而 High Hope 与孙文表弟的口罩厂往来密切。3天后，孙文又寄出了一封主题为500万医用口罩的邮件，标注已由孙文验证，并告知纽约州总务办公室，这批口罩达到黄金标准，受到官方的高度推荐。总务办公室立即批准了这批采购订单。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付宇综合报道。
美国司法部周三宣布呢，绰号“王哥”的中国公民张志栋，因为涉嫌主导大规模的跨国贩毒洗钱集团，已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接受提审。这位毕业于北大的高材生，本来有一条前途光明的人生路，却把自己的语言优势和聪明的头脑用来打造跨国毒品网络，危害美国人民。另据报道呢，目前中共已经成了拉美贩毒集团最主要的洗钱通道。据司法部周三发布的公告，38岁的中国公民张志栋被指控向美国走私了数千公斤的可卡因、冰毒和芬太尼，并通过数百家空壳公司洗钱近1亿美元。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终身监禁的处罚。张志栋2006年被北京大学破格录取，进入西班牙语系就读。2010年毕业后，他前往墨西哥，在一家中资企业当翻译。201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墨西哥贩毒集团成员。之后，他便利用语言优势、人脉和精明的头脑，逐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制毒、贩毒和洗钱网络。之后，他还与一位墨西哥贩毒集团头目的女儿结婚，以此获得墨西哥国籍。自2016年起，他开始为臭名昭著的西纳罗亚与哈利斯科这些新生代贩毒集团走私，以及制造芬太尼前体物质。他被称为墨西哥芬太尼毒王，人称王哥或中国佬。去年，张志栋在墨西哥被捕，但今年7月，他越狱后逃到古巴，并试图用假护照前往俄罗斯，却被俄方识破后送回古巴。古巴当局再次确认了他的身份后，于今年10月底将其逮捕，并立即送交墨西哥，最终被直接引渡至美国。专家指出，此案凸显了中国犯罪集团与墨西哥贩毒势力的关系正在急速升温，而且在过去10年间，中共已成为南美贩毒集团所获现金的主要洗钱者。调查人员透露，中共洗钱集团的关键在于大量中国民众受到严格的资本管制，每年只能汇出约5万美元。为了把钱汇出去，他们愿意支付高额的费用，洗钱者则从中牟利，因而能以低于市场1%到2%的佣金替墨西哥毒贩洗钱。相比之下，过去毒贩洗钱要等10几天，费用高达7%到10%。但中共的洗钱模式出现后，不仅更快、更便宜，也更难被追查，让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执法单位面临更大的挑战。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美国报道。对于美国提出的28点和平协议呢，泽连斯基坦言，乌克兰正在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失去尊严，要么失去一个关键的伙伴。这份框架协议要求乌克兰在领土和军力等领域做出重大的让步，同时美方给出的最后期限是下个周4。普京已经对该协议表示乐观态度，虽然面对巨大的挑战，但是俄乌战争确实出现了重大的转机。Зараз один з найважчих моментів нашої історії. 美国周4正式向基辅提交了旨在结束俄乌战争的和平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五表示，乌克兰可能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Або втрата гідності, або ризик втрати ключового партнера. 这项涵盖了28点内容的和平协议框架，要求乌克兰需要在领土、军队规模等多个方面做出让步。泽连斯基预计，未来1周的谈判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他必须要考虑乌克兰的国家利益。但他也表示，将与美国进行建设性的合作，寻求解决方案。Я буду наводити аргументи, я буду переконувати, пропонуват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и, але точно ми не дамо ворогу приводів сказати, що це Україна не хоче миру, що це. 据匿名消息人士告诉媒体，基辅这次面临的来自华盛顿的压力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美方甚至威胁要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和武器供应，来迫使乌克兰同意和平方案。美方给出的最后期限是下周4。川普总统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布莱恩·基尔米德秀采访时肯定了这个最后期限。Well, we have, I've had a lot of deadlines, but if things are working well, you tend to extend the deadlines. But Thursday is, we think, an appropriate time. 川普总统表示，其实乌克兰正在失去土地，他们将在很短时间内失去顿巴斯，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停止这场血腥的杀戮。川普还补充说，美国会继续对俄罗斯石油实施严厉的制裁。周五，泽连斯基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进行了近1个小时的通话。会后，泽连斯基发文表示，
双方同意乌克兰将在国家安全顾问的层面与美国和欧洲合作，共同制定俄乌和平计划。同一天，泽连斯基还跟德国、法国、英国以及欧盟领袖进行了通话。这些欧洲盟友都对乌克兰表达了强烈支持。But the principle that Ukraine must determine its future under its sovereignty i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The EU has a simple two-point plan: support Ukraine and pressure Russia. The EU is providing record levels of military support to Ukraine to help to defend itself,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o so. 莫斯科周五也收到了美国拟定的乌克兰和平方案。普京表示，他相信这份计划可以作为和平解决冲突的基础。这波川普总统主导的外交行动正在加速推进。此时，正值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陷入被动之际。俄罗斯周四晚宣称，俄军已经控制了位于哈尔科夫地区横跨奥斯基尔河的大城市库皮扬斯克，但乌军否认该市已经沦陷。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静综合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遭到中共战狼外交官薛健威胁斩首的事件呢，持续引发日本政坛和民间的愤怒。对于是否会驱逐薛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周四回应称呢，政府不会轻易的透露外交底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备询时回应台海议题，却被中共外交官威胁要斩首，甚至还禁止日本水产出口到中国。事件持续发酵。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特别抛出自己吃日本海鲜的照片，声援日本。在多家日媒报道后，这则新闻快讯也出现在日本电车的荧幕上，被众多日本民众看见。日本参政党的议员梅村瑞穗也转发赖清德的贴文，写下德不孤必有邻，非常感谢，并在隔天秀出自己吃台湾芒果跟卤肉饭的照片，展现礼尚往来的台日友谊。而当初扬言要斩首高市早苗的驻大阪总领事薛健，至今没有受到任何惩處，也引发日本国民的不满。日本維新會的參議員石平也再度呼籲政府應該考慮將薛健驅逐出境。中国政府は実際今対応を講じる気配が全くありません。おそらく今後も絶対ないと思います。そうであってもやっぱり中国政府は何をしてくれなくても日本国政府が彼たちに対応を求める以外に積極的にすることがないのでしょうか。あるいは何もしないのでしょうか。お願いいたします。茂木外務大臣。今後いろんな形で外交上のやり取りというのはあるんだと思います。当然、政府として、戦略的に対応していく上でですね、じゃあ何をします、何をしません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手の内をさらすということにもなりかね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ご理解いただいてですね、適切な対応、毅然とした対応を取っ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石平出生在中国，却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及6次事件的冲击而选择规划到日本。他常年批评中共当局，也因此遭到中共报复制裁。另外，原本是日本国籍的前印尼总统夫人戴维夫人也发文力挺高市早苗。他写说，面对中共不讲理的暴行，日本的大家应该团结一致，即便经济受到一些影响，也要坚持找到新的道路。他也提醒那些喜欢日本而来投资的中国人，如果不能来日本，最后感到困扰的只会是他们自己。其他人亚洲电视曾一豪、李义宏整理报道。随着中共企业的设备在欧洲基础设施中的日益普及，也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安全的担忧。据挪威最大的公共运输运营商鲁特公司呢，近日公布的一项测试结果显示，中国的巴士制造商宇通集团生产的大巴车呢，竟然是可以被远程操控的。这个消息令整个欧洲为之一惊。这项测试是在一座矿山的地下矿井内进行的，目的是屏蔽来自外部的信号。测试对象包括宇通集团最新生产的巴士，以及荷兰制造商 VDL 3年前生产的车辆。测试结果显示，荷兰 VDL 公司的巴士没有远程连线功能，而宇通公司生产的巴士则可被远程连线操控，可以通过远程控制系统进行软件更新和控制。理论上讲，巴士可随时被远程强制统治运行。挪威主要公共运输运营商鲁特公司首席执行官伯恩特·延森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测试后，鲁特的注意力已从此前的担忧转为如何具体实施安全系统，以保护我们免受巴士远程连线的非必要操控或黑客攻击。鲁特公司宣布将引入更严格的安全措施，开发防火墙，以确保本地控制，防止黑客攻击。
这一测试结果公布后，丹麦和英国已经开始跟进，对中国产的车辆展开调查。本周，英国议员卡恩斯在一场关于中共国安全风险的辩论中警告，挪威和丹麦提醒我们，中共制造的电动大巴车采用具有双重用途的中指开关，中共能够通过这些开关让巴士停止，给交通系统带来混乱。这项测验结果也加剧了欧洲各国对中共企业生产的设备在欧洲能源和电信基础设施中的日益普及而感到担忧。上个月，约30位欧洲议员致信欧盟最高网络安全和能源官员，呼吁减少对中共产逆变器的依赖。他们警告说，用来将太阳能电池板连接到电网的逆变器可能被利用来扰乱电力系统，威胁公共安全。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综合报道。中共日前高规格的纪念胡耀邦的诞辰，中共高层和胡耀邦之子刘少奇之子等红二代悉数出席。但奇怪的是呢，习党魁在发表讲话时却回避了胡耀邦最主要的政见以及下台的原因和他去世之后所引发的6·4事件等，只一味的空洞的所谓褒扬他的生平。那么评论人士认为呢，此举凸显了中共所面临的巨大的执政危机。11月20号，中国官方在北京大会堂举行纪念胡耀邦明诞110周年座谈会，习党魁、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蔡奇和中纪委书记李希等人悉数出席。按照中共逢时大搞的惯例，今年的座谈会规格明显提升。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中共的党魁习近平出席发表讲话，而且是书记处的书记7个人全部出席。他显得是很反常的。曾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被认为是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人物。1987年1月，被元老邓小平、薄一波等人以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逼下台。1989年4月15号，官方宣布胡耀邦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引发学生和民众的自发悼念活动，结果遭到中共的血腥镇压。胡耀邦是在1989年的4月8号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就是突发心脏病，而到4月15号正式宣布他已经去世。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就此成为整个8964事件的导火索，引发了邓小平最后是一个血腥的大屠杀，就是6·4大屠杀。所以在中共的党内对胡耀邦的纪念一直都是一个敏感问题。在周四的座谈会上，习党魁发表讲话，不仅没有提及胡耀邦在任时推动的党政分开、取消领导终身制，也没有提及胡去世与8964的关联，而却是呼吁全党要像胡耀邦一样对党忠诚、抵制腐败等，恰恰凸显了其面临的执政危机。习近平高调的吹捧胡耀邦，就是要提醒和敦促各级官员，在这个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之下，要坚持所谓共产主义的道路自信。习近平现在所搞的，实际上是一种共产纳粹的意识形态。据央视新闻画面显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坐在主席台下第3排不起眼的位置，央视也没有给其更多的近镜头。另外，今年3月，胡耀邦第3个儿子《炎黄春秋》杂志前副社长胡德华去世。胡德华曾在2013年4月的一次聚会上讽刺习党魁读书不多。不过，舆论认为，虽然他们表面观点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党。中共无论它的内部的权力的争斗如何的激烈，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他们在保党、在对外的这个方向上面依然是高度一致的。目前，中共内忧外患，中国经济严重下滑，民间怨声载道，百姓纷纷呼吁推翻中共暴政。中共面临的是随时土崩瓦解的局面。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瑞综合报道。在今年的环球小姐的选美比赛中呢，曾被主办方骂蠢蛋的墨西哥佳丽呢，最终勇夺今年的桂冠。好，下面是今天的国际聚焦。英国政府预计将批准中共在伦敦兴建超级大使馆的计划。英国当局强调，英方对北京的态度是能合作就合作，涉及国安则必须强硬。但近期涉中间谍案被撤销，以及军情5处警告中共国安人员伪装成猎头，锁定政界人士渗透，使大使馆的选址争议再度升温。近日，法轮功学员在印尼的廖内群岛省多地举办法轮功介绍班，受到当地多个政府机构的热情接待。学员们向官员与民众分享了真善忍的理念，并向人们义务交功。参与者普遍认为，法轮功有助身心放松、道德提升，期盼普世价值惠及更多人。
11月21日，杜拜航展的最后一天，一架印度制 HAL 光辉战机在飞行展示时坠毁，飞行员不幸罹难。印度空军已对此展开调查。这款象征印度空军现代化的战机近年状况频出。今年5月，在印巴冲突中，据称有5架同款战机遭对方击落，令其性能再受质疑。11月21日，2025年环球小姐大赛在泰国落幕，25岁的墨西哥佳丽波西夺冠。今年的赛事风波不断，这位夺冠的墨西哥佳丽波西初选时还曾遭主办方无理训斥，导致多位佳丽当场集体离戏，以及评委辞职等。11月21日，孟加拉国发生里氏5.7级地震，造成至少5人罹难，约100人受伤，并导致多地建筑物损毁。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宁修综合报道。近期几段惊人的视频在大陆坊间疯传，一个名叫于文红的医美企业的创办人向有钱人推销用17岁至21岁男子血液精华制成的可以返老还童的精华素。欢迎回来。近期呢，大陆的网络上疯传几段视频，大陆医美企业女富豪于文红公开宣传一种名为换血回春术的抗衰老的疗法。据她说呢，这项技术需要提取17至21岁年轻男子血液中的微囊泡和蛋白精华，提炼之后注入中老年人的这个体内，可以迅速的实现返老还童的效果，引发民间舆论的恐慌。不少大陆网友迅速联想到了近年中国的青少年失踪人口暴增以及器官移植等等相关的黑幕。每个月都换血，这换血一次多少钱？150万到2000万。我还没有完全的普及开。粉丝说你不会把别人抽干吗？不会，是我们集团母公司花了100多个亿买下的一个血液制品的药厂，然后那里面是17岁到21岁的男孩子身体才有的年轻人功能蛋白和微囊泡。于文红是医美品牌香港于美人集团创办人，今年55岁。前段时间刚刚与25岁的小男友结婚。她在视频中声称自己每个月都会换血，还强调这些血都是来自17至21岁的年轻男孩的血液。有很多技术只有一个人会，这是垄断性医疗。然后这个给年轻人换血的技术也是垄断性的，因为在欧洲他们只是把年轻人的血输进来，我们不是，我们是把年轻人的就是血红细胞还给他，把他血浆拿出来，把年轻人17岁到21岁的男孩身体才有的那个微囊泡拿出来，拿出来之后男的那个性功能一下子就起来了，不是在2周之内吧，就变成最起码年轻10几岁。我能把大姨妈也长到80岁，我现在已经55岁了，还有大姨妈啊！我们家的黑科技，医疗黑科技，我觉得已经很值了。所以你问我找一个小30岁的男孩子怎么能下来去手？我跟你实话说，我的身体真的是年轻人的。他强调，换血回春术的原料非常难找，非常稀缺，因此他们专门买了一家市值1000亿的血液制品企业。我们把21岁之内的男孩子身体里有的微囊泡和年轻人功能蛋白拎出来，每个人身上就有一点点，你用在一个失血过多的人身上没有用，要很多的人集中起来才会到我身上用。价格是很贵的，因为那个东西很难找。我们是为了找到这个原料，我们就买了一家血液制品药厂，是一家上市公司，你网上可以查得到的。那家上市公司价值上千个亿的，只有这么一家上千个亿的市值上市公司，我们买下来的。视频引发公众巨大恐慌，许多网友直指这或许解释了近年中国失踪人口激增的恐怖原因，怀疑青少年正在成为供体供应链的一环。对此，于文红是这样说的：粉丝说我用的是17岁人到21岁的血，你关心这个干什么？医疗的黑科技是拿来治病救人的，真有一天你病了，你还得指望我们医疗的人帮你。任何一个手段，医疗的手段都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是的，好吧？何况你们的孩子被偷了，血被偷了，不是我干的，我们的血液来源是进口的。这个技术是有药品批文的，有国家卫生部的批文，真正的批文，但是没有流传到社会上，只在我们医院里用。于文红说，他们的血液拥有国家卫健委的批文，甚至还能做器官移植。
据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走失人口数达到100万，而成功找回的寥寥无几。网友怒斥大陆监控5秒定位人，为何失踪者查不到？因为已被用作供体了。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陈悦综合报道。非常恐怖啊 ！OK， 近期呢，中国多家大型的银行呢又直接跳进了房地产市场，推出了大量的二手房，引发市场关注。这些房源呢，多数来自企业或者是个人，因为交不起房款而被收回的这些法拍房。银行呢绕开了正规的法拍流程，以银行直供的名义，以极低的价格直接赤膊上阵叫卖。网上流传大量的视频揭露呢，目前大陆不仅房市大跳水，很多屋主为了还清房贷，还必须倒贴卖房。你觉得房价持续下跌还是危言耸听吗？四川农商银行一夜之间只售2.4万套房产，很多银行纷纷跟进，这个价格锚点将成为市场新的风向标。说说我自己这套房子，年初的时候差不多还能卖到100万，今天我给中介打电话，差不多这个房子现在只能卖到75万。近年来，随着房价加速下跌，地产价格比欠银行的贷款余额还要低，许多屋主纷纷抱怨自己的资产大幅缩水了。令他们沮丧的是，即使现在卖房，也没办法结清银行贷款，被迫面临倒贴卖房的窘境。原来就只是首付归零，现在你得再掏很大一笔钱把这个东西赎回来再卖掉，你得借钱卖房子，最后给人家还掉。这还是你在能卖掉的情况下。更惨的是什么？你可能根本就卖不出去，房子已经彻底砸在手里了，流动性已经归零了。截至2025年上半年，已经有10家银行的房贷不良率超过1%，个别甚至超过4%，逼近警戒线。另一方面，为了加快资金回笼，银行也开始自己出手卖房。面对司法拍卖周期太长、坏账回收太慢的情况，银行干脆成批的把抵押房挂到资产交易平台上，直接对外出售。四川农信系统一口气挂出了24000套，广东农信12000套，辽宁农信11000套。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中型房地产公司的全部库存直接扔到了市场上，价格更离谱。市场估价200万的房子，银行150万就出手，直接打75折。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当银行这个最懂钱的机构都开始不顾一切的往外卖房子的时候，这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根据报道，包括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多家银行都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把大量不良房产直接推向市场。从1线城市到小县城，房源众多，折扣力度更是惊人。双11当天，哈尔滨一套176平米住宅以31.5万元骨折价被竞买，每平米只有1800元。现在全网都在喊银行开始卖房子了啊，比法拍房还便宜。那会不会存在一种情况，以后我们去银行取钱，银行说我没钱，这里有一大堆房子，你们随便挑一套拿回家，细思极恐。中国问题专家王鹤表示，中国房地产泡沫胜过20多年前的日本，一眼看不到底。中共现在高压管控房地产危机，类似将洪水积聚在大坝里，一旦大坝崩塌，逃都来不及，前景可怕。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王姿怡综合报道。好，下面是今天的两岸扫描。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本溪市45岁的法轮功学员陈岩，去年7月遭当局绑架，今年5月遭冤判5年，被解入辽宁省女子监狱，3天后悲惨离世。在中共26年来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非法迫害中，截至到今年10月，已获知至少有527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中共的罪行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中国白酒行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产业震荡。作为茅台酒的核心产地，茅台镇的大部分酒厂停产。业者表示，该镇原本约有868家酒厂，目前仅剩100多家还在生产。业内人士形容，白酒行业已步入寒冬。大陆媒体近日报道称，湖北随州的申先生与自称高官家庭的山东女子尹某某通过网络认识，其后两人在线下见面并确认关系和婚期。申先生拿出14.8万元彩礼，女方则声称嫁妆是一张46万元存款单、100克金条和一辆奔驰车。然而，女方的嫁妆是假的，身份也是虚构的，就连岳父岳母也是花钱请来的演员。11月17日，该案在湖北随州市增都区法院一审开庭。11月21日，2025广州车展开幕。
据大陆媒体报道，今年的车展，比亚迪等企业包管展出，但豪华品牌企业却集体缺席。参展品牌、新车数量和发布会数量等都大幅缩水。报道说，2025年中国国内车企的日子普遍艰难。68岁的亿万富豪斯泰尔正式宣布加入加州州长的角逐，令选战进入白热化。加州呢，目前高达180亿的财政赤字成为选战的焦点话题。加州州长的选战持续升温，民主党的亿万富翁汤姆·斯泰尔正式宣布角逐州长。同时呢，州立法分析办公室最新的预测指出呢，明年加州将面临将近180亿美元的赤字，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剧，也成为选战的一个焦点话题。加州州长再添重量级参选人，68岁的民主党亿万富翁汤姆·斯泰尔周三透过多个平台发布参选影片，宣布投入州长选战。斯泰尔曾是对冲基金法拉隆资本的创始人，2016年出售股份后退出公司管理层，并创立了自由派非营利组织下一代美国。在影片中，斯泰尔称自己已为加州奋斗15年，加州需要改变，并表示那些把我们带到这一步的人是无法带来改变的。他承诺，若当选将结束公用事业垄断，降低25%电费，4年内兴建100万套住房，并提升教育品质等。目前，加州州长参选人已超过12名。在选战白热化之际，加州的财政却亮起了红灯。州无党派立法分析办公室于11月19号发布最新报告，预测2026到2027财年赤字将逼近180亿美元，并形容加州目前的财政状况相对疲弱。这是加州连续第4年出现赤字，显示财政压力正不断累积。报告指出，虽然 AI 热潮带动股市与个人所得税短期增加，但市场已出现过热迹象，未来税收恐面临下滑。同时，根据98号提案要求新增收入用于教育，加上白卡与 CalFresh 预算不断攀升，让州政府能自由调度的资金十分有限。另一边，圣地亚哥国际机场宣布推出免费的圣地亚哥通行证计划，允许非乘客也能像乘客一样，在安检后进入候机大厅，可以接送亲友或享受大厅内的餐饮和购物等。该通行证每天限额60人，可于当天或7天前申请，持证者需通过安检，但无需机票。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田心综合报道。周五，美国股市小幅回升，一位美联储的官员表示呢，12月美联储依然有可能会再次降息。不过，投资人对科技股高估值的担忧呢依然存在。同时，美国国债收益率走低，美元表现稳定，而比特币则大幅的下挫。好，下面来关注一下金融市场的情况。周五，美国股市出现反弹，3大指数在最后阶段小幅上涨。此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威廉姆斯表示，货币政策紧缩程度已有所放缓，美联储可能在即将到来的12月决策会议上降息，以在促进就业和控制通胀之间取得平衡。以人工智能为主的科技龙头公司财报表现稳健，尤其是英伟达，短暂缓解了市场对 AI 相关科技股泡沫的担忧，但投资人仍担心这些推动股市反弹的科技股可能被高估，面临修正压力。随着市场压住美联储可能会降息，美国国债收益率走低，10年期国债跌3.9个基点至 4.065%，30年期国债跌1.2个基点至 4.7199%，2年期国债跌5.3个基点至 3.505%。黄金则收复部分早盘时的跌幅，现货黄金下跌 0.31% 至4064.19美元每盎司，黄金期货则上涨了 0.35% 至4070.9美元每盎司。美元指数小幅上升 0.12%， 报100.28点；欧元下跌 0.22%， 报1.1502美元；美元对日元下跌 0.73%， 报156.33日元。比特币则跌至7个月来的低点，逼近8万美元大关。部分分析师警告，一旦跌破这个水平，可能面临更大幅度的下跌。石油价格则连续第3个交易日下跌，美国原油下跌 2.2%， 报57.71美元每桶；北海布兰特原油下跌 1.81%， 报62.21美元每桶。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美国报道。好，下面是今天的一组财经快报。周五，受川普总统取消对巴西农产品关税的影响，全球咖啡豆的价格全面下滑。
洲际交易所的阿拉比卡咖啡的期货价格一度暴跌了6%，达到2个月来的最低。主要用于制作速溶咖啡的罗布斯塔咖啡豆的期货价格一度狂降了8%。巴西是全球最大的咖啡生产国，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咖啡消费国。巴西1/3的咖啡豆都是出口美国的。受巴西咖啡产量大幅减少和关税的影响，美国9月的零售咖啡价格比去年同期高出了40%。周五，亚马逊在华盛顿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加州共裁员4700余人，其中接近40%是工程师，工种涉及电玩游戏、广告和人工智能搜寻等部门。尽管亚马逊否认裁员跟公司使用人工智能有关，但随着企业越来越多地使用 AI 编码助理，软件工程师的就业前景开始变得艰难。上个月，亚马逊宣布公司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计划，在全球范围减员14000人。谷歌公司周四宣布，已经实现了 iPhone 和安卓手机之间的档案共享功能，但目前该功能只限于安卓手机的 Pixel 10系列。包括 iPhone 在内的苹果设备需要将 AirDrop 的可见性设定为所有人可见，并要持续10分钟才能接收到 Pixel 手机发送的文档。反之 ，Pixel 手机需要在 Quick Share 中启用所有人可见，也要持续10分钟才能接收到 AirDrop 发送的文档。感恩节在即，距离圣诞节也只有34天了。各地政府警告民众务必保持警惕，小心被偷被抢。FBI 提醒公众，每到这一季节，尾随抢劫案件就有明显增加。一些罪犯在银行、自动取款机和商店门口寻找携带大量现金或昂贵商品的购物者，并尾随他们伺机偷抢。为避免成为受害者，民众在取钱时应环顾四周，确定没有可疑人士。拿到现金后，应立即放进口袋里，而不是边走边数钱。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呢，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捷。但是科技是一把双刃剑 ，AI 技术也让骗子们拥有了高明的伪装术。承传传统，匠心独具，普瑞堂玄宝黑参，精选韩国优质高丽参，历经2260天。9蒸9曝手工制作，富含人参皂苷，去除燥火，滋养身心。普瑞堂玄宝黑参再现生命活力，立即订购，请访问普瑞堂.com。大家发现没有？随着 AI 时代的降临呢，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真假难辨了。在社交媒体上，一张图片、一段视频，有时候真的是分不清到底是真是假。更糟糕的是呢，骗子们也学会了用 AI 来变声、来换脸，一通电话、一段视频，甚至是一封邮件，都可能是一个陷阱。下面咱们就有请这个佳音来说一说 AI 时代的4大新型骗局。首先是深度造假克隆声音，想象一下，电话那头传来家人焦急的声音，说自己遇到了麻烦，急需汇款，声音和语气都非常的熟悉，让人瞬间就慌了神儿。这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因为这很可能是 AI 合成的假声音。骗子只要在社交媒体上截取几秒钟的语音，就能够生成完全相同的声线。遇到这种情况，先挂断电话，用平时保存的真实号码回拨给对方确认。还有专家建议，家人之间呢可以设定一个安全暗语，注意要口头约定，不要留下文字记录，避免被盗用。第二个就是深伪视频，也就是 AI 换脸。骗子用 AI 造假技术生成逼真的影像，甚至能够在视频通话中以假乱真的模仿你的亲人或者是名人。遇到这种情况，先别被表情和声音迷惑。如果对方要求你转账，或者是牵扯到金钱和个人信息的话，要立即挂断，用其他方式联系一下当事人进行确认。第三个是虚假的商业平台，在网络购物平台上看到限时半价的名牌包包和新款手机，难免会怦然心动。但是请注意，这很可能是骗子用 AI 搭建的陷阱。
有客服，有商品评论，甚至有动态库存。但是这些页面的背后是一个专门盗取个人信息和信用卡号的骗局。所以在下单之前，一定要核查网址的域名是否正确，不要轻易通过短信或者是陌生链接来购物。如果不幸被骗，要立刻联系银行冻结账户，然后再报警。最后就是 AI 网络钓鱼。过去的钓鱼邮件常有拼写错误、语法怪异、一言假，但是现在 AI 写出的邮件呢近乎完美，格式正规，语法严谨，连公司的 logo 都能够做得以假乱真。这些邮件往往冒充银行、雇主或者是政府机构，要求你更新账户、确认身份，或者是立即转账。记住，不要点击任何陌生邮件中的链接或者是附件，先关闭邮件，然后用官网提供的联系邮箱或者是客服电话进行核实。切记，正规的银行或者是机构绝对不会通过电子邮件、电话或者是短信要求你提供密码或者是社会安全号码的。说到这儿啊，不禁是让人一声叹息呀。AI 确实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效，但同时也给骗子提供了更强的伪装术。随着道德的下滑，科技成了一把双刃剑，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谨慎思考，多一份小心就会多一层安全。佳音的这段报道提醒我们必须要时时保持冷静，多方核实，增加安全意识。科技呢，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在提升了生活便利的同时呢，也需要我们加强防范意识，才能在数字世界中保障我们自身的安全。好，感谢佳音，也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就是周末了，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周见。